惹怒大块头杰克，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So you're stupid and ugly. 小伙拿起棒球棒，说着就要给杰克点颜色瞧瞧，但就他这不入流的2下子，完全伤不到杰克一丝汗毛，最终还是得为自己的鲁莽和无知买单。而这便是2025年最新上映的美剧《侠探杰克》第3季，刷到的老铁一定要多准备2碗米饭再看。那么咱们话不多说，正片开始。在位于缅因州的一座小镇，无聊的杰克捧着一箱旧唱片来到商店，打算用这些唱片换一顿晚餐。但就在店主查看之时，杰克却突然注意到，眼前的皮卡似乎正盯着不远处的一辆轿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皮卡就突然猛地冲了过去。What the hell? 皮卡上的司机举枪来到轿车前，抬手打碎车窗，将车内的男孩拽了出来。杰克见状冲出了店铺，立刻遭到了皮卡车司机的疯狂攻击，但杰克却丝毫不慌。等对方带着男孩准备离开时，杰克突然出现在他的车前，手中的左轮迅速射出子弹，爆胎的皮卡失控撞上了旁边的轿车，司机本想反抗，却被杰克一枪送走，然后带着男孩就准备逃离，但刚刚将男孩塞进车里， Hey! Oh! Shot a cop. I didn't know. I thought he was pulling a gun. 现如今情况危机，杰克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驾驶面包车带着男孩朝远处逃去。但很快就有警车朝他们追了上来。为了不再和对方交手，杰克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趁对方不注意突然猛踩刹车，追击的警车来不及反应，慌张中失去控制，撞上旁边的车子后立马就失去了行动能力。虽然成功甩开了警方，但杰克深知已经暴露，于是便打算换辆汽车继续逃离。两人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角落，杰克在旁边的垃圾箱中找到了一根钢丝，一番操作后轻而易举就打开了车门。接着他让男孩打电话给家人，因为接下来他并不打算带着男孩一同离开。但男孩听完他的话后却慌了，刚刚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所以他现在很需要杰克的保护。但杰克并不打算妥协，告诉他可以找警察帮忙。眼见杰克油盐不进，男孩便说自己的父亲很有钱，可以帮他摆平杀害警察的罪。杰克听后稍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随男孩一起回家。贝克的家是坐落在海边的一座豪华别墅。没过多久，两人便赶到了这里。门口的保安虽知道杰克是小少爷的救命恩人，但他才不管这些，依旧要求杰克下车接受检查。为了避免麻烦，杰克最终还是配合对方完成了检查。完事后，两人驾车进入了别墅。贝克刚打算带着杰克去吃口东西，这时别墅的安保负责人走了进来，并告诉杰克老板想见他。于是杰克独自来到了扎卡的办公室。扎卡在此之前已经听说了杰克救下自己儿子的事，虽然杰克也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但作为在道上混迹多年的老油条，他并不相信杰克所说的，于是将手下喊进来，让其带杰克离开。而杰克在离开前的操作却让扎卡有些意外。I gripped it firmly so you'll have a clear set of prints to run. 可刚到贝克房间聊了两句，安保主管就再次走了进来，又是扎卡想见他。于是杰克跟着走进了一处马厩，扎卡和手下已经等候多时，杰克坐在了他的对面。扎卡手眼通天，已经搞清楚了杰克的身份，特种部队退役，且荣获过多次勋章，更是西点军校的杰出校友。如此优秀的人才让扎卡忍不住有收入麾下的想法。但在此之前，杰克得先通过他的测试，用轮盘赌测他的胆量。杰克也没有犹豫，直接拿起左轮装好子弹，对着自己的脑壳就扣动了扳机。Good. 眼看杰克还要继续，扎卡起身一把抢过武器。他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如此不要命的主，最终同意他加入自己的团队。杰克以为扎卡想唬自己，枪里肯定是空包弹，可下一秒他就不这么想了。随后杰克被安全主管送进房间，等对方离开之后，杰克将整个房间挨个检查了一遍，在确认没有监听设备之后，杰克打开鞋底拿出一个手机，接着按出去了一个电话。I'm in. 没错，之前发生的一切全都是杰克刻意安排。原来在1周之前的某天中午，杰克正坐在路边和一个差点得手的小偷谈心，但这时他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于是他立刻起身，但却被路上的车流挡住了去路。等他再想追的时候，对方已经乘车走远，于是他将电话打给了110特别调查组，本想将情况通知给现任负责人，但却被告知负责人在参加秘密会议，无法接听电话。无奈的杰克只能让工作人员帮自己查一下刚刚那辆车的信息，但又被告知系统维护无法查询，于是
是他将旅店的电话留给对方，希望负责人忙完给自己回个消息。随后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的他正在想着今天发生的事，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杰克起身上前，对方表示自己是联邦特工，但杰克并没有着急开门，而是朝着猫眼向外张望了一下，接着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卫生间，一把推掉窗户，随后直接跳了出去，还顺手拿走了自己的牙刷，但还没走2步就被人堵了个正着。 Where you going, Mr. Reacher? Who says my name's Reacher? 女人名叫凯拉，是联邦调查局在本地的负责人。简单的介绍之后，两人来到了旅馆前院，一同在这里的还有凯拉的2个同事。而他们之所以找到杰克，是因为杰克让人查的那个车牌触发了内部警报。原来凯拉他们最近一直在调查一家名为奇葩集市的地毯进口公司，而在几周之前，一个名叫普拉斯的毒贩高层也到了这里，与这个奇葩集市的老板扎卡见了面。而扎卡派去机场接普拉斯的车正是杰克要查的那辆。普拉斯和扎卡扯到一起，显然双方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却没得到有关扎卡的任何信息，只有一张还算清晰的照片，所以他们需要杰克的帮助。因为杰克名声在外，他肯定有办法找到线索。而杰克听后也并没有拒绝，但在此之前，他需要凯拉先帮自己做些事。So what can I do for you? Check hospital records around Linton, Virginia, on or just after March 13th, 2012.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An Asian American man in his 40s, brought in with injuries consistent with a small caliber gunshot wound to the head, a high fall, and drowning. 说完，杰克转身离开了现场。凯拉的效率很高，第2天便有了线索。他表示杰克要找的人1年前被人在海滩上发现，医生花了6个月让其恢复健康。同事伯恩在这时也掏出了一份病历，里面记录了这人治疗的全过程。凯拉表示他被诊断为创伤性健忘症，可能会对发生在短时间内的事情一无所知，但医生说之前发生的事他应该记得。 You got the impression maybe he was pretending not to. We kept questioning him, but he never cracked. 作为探员，凯拉很清楚，既然杰克问及此事，那么他肯定知道这人叫什么。却如凯拉推测的那样，杰克的确认识此人，这人名叫弗朗西斯·奎因，曾在美军情报部门工作，但由于向敌对国家出售情报而被部队除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随后两人来到街上散步，凯拉告诉杰克自己盯扎卡有一段时间了，也一直想破这个案，因为扎卡和普拉斯纠缠在一起，所以只要能突破其中一人，那2人的案子都可以告破。心急的他为了加快调查进程，将自己的线人特蕾莎派去接近扎卡。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没过多久特蕾莎就失去了联系，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凯拉觉得应该是特蕾莎露出了马脚，被扎卡控制住了。说完还拿出了特蕾莎的照片给杰克看。 Why are you showing me this? Because you need to know what she looks like when I put you inside Beck's operation to find her. I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if Teresa was taken by someone associated with Xavier Quinn, He's that bad? he's the single worst person I've ever known. 随后凯拉带着杰克来到了一座大学门口，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扎卡的儿子贝克。没错，凯拉准备从贝克的身上寻找突破口，他的计划是策划一起绑架。中途杰克突然出手，让贝克化险为夷，通过这种办法接近贝克，从而打入扎卡内部成为线人。随后两人回去开始商量对策，他们打算从缉毒局的扣押场弄辆结实的车，等到贝克的保镖接他离开之时，狠狠地撞上去。伯恩自告奋勇想要假扮那名劫匪，刚开始凯拉还有点不愿意，因为伯恩太年轻了，怕他搞砸，但最终在伯恩的坚持下，凯拉选择了妥协。随后就是准备工作，为了一切看起来更像真的，他们还专门找了拍电影用的血包。 Bang! That great or what? I could hide nearby and set off the charges. Shit, Billy! Warn me first! 非常的完美，和真的一模一样。随后杰克猜测，贝克被自己解救后，第一件事肯定是报警，所以为了打断他的念头，杰克提出策划一起击杀警察的戏码。那这样的话，他就只能赶回家寻找父亲庇护，同时也能降低杰克被怀疑的风险。到这里，整个计划才算天衣无缝。因为在大学周围，为了避免误伤，杰克将空包弹和实弹混合装进弹，还用小刀做了记号，以备不时之需。行动前的晚上，凯拉给了杰克一双藏有手机的靴子，这是接下来两人联系的必要工具。紧接着便是故事开头的一幕，还包括击杀警察的镜头。这一系列的操作顺利帮助杰克打入到了扎卡内部，而贝克的保镖也被凯拉控制了起来。随后杰克告诉凯拉，自己可能有特蕾莎的线索，因为今天安保主管在打中货架上的油桶时，杰克上前观察发现，漏出的机油顺着地面流了下去，显然那下面是空的。他觉得特蕾莎可能关在那里，于是打算凌晨3点摸过去看看。很快就来到了杰克行动的时间，他从2楼的窗户上爬了出去，然后凭借强大的臂力顺利来到了1楼，重新回到了白天的那间马厩。此时地上的机油早已干涸，杰克从旁边的货架上拿起了一盏灯，很快就在地面上找到了入口。
他将木板掀了起来，提着灯顺着楼梯走了下去。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还有一张床。杰克在这里看到吃剩的食物，并在床下发现了一个女士手镯，接着拿出手机将电话拨给了凯拉。显然之前特蕾莎确实被关在了这里，地上的食物也说明她在这里待过，同时这里有床且没有挣扎的痕迹，说明特蕾莎没有被折磨，肯定是扎卡怕杰克的到来生出事端，所以提前转移了特蕾莎。听到这话的凯拉也松了口气，而他们也只能从长计议，重新寻找有关的线索。挂完电话后，杰克就打算返回，却意外注意到了有一辆车驶入了庄园。杰克迅速动身躲了起来，隐约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大概的意思是他们找到了那辆行凶的皮卡，现在需要人去确认一下。安全主管西蒙听后表示那个大块头可以帮忙，接着就走向了杰克的住处。杰克见状立刻开始往回赶，此时的西蒙已经走进了别墅，而杰克也已经开始朝着楼上爬去。西蒙来到杰克的房间，发现床上没人，看到窗户也开着的他立刻紧张了起来，刚准备去集合人手，却听到了卫生间的马桶冲水声，紧接着杰克走了出来。西蒙将情况简单的告知了一下杰克，杰克表示自己需要穿衣服，然后便火急火燎的跑进了卫生间，打开水龙头，从鞋底拿出手机，一边穿衣服一边将电话打给了凯拉。由于他们已经确认了行凶皮卡的扣押位置，且保镖的奥迪车也被送到了那里，所以他们两人去指认皮卡时，对方很有可能会发现那辆保镖的奥迪，因为当时他告诉扎卡车里有手雷爆炸，那时应该残留有很多血渍，如果被发现车内完好，那整个绑架故事就会崩塌，届时之前所做的一切将会前功尽弃。凯拉听后也是大吃一惊，并告诉杰克自己会在他赶到之前移走那辆奥迪。随后行动开始，过来接杰克去现场的男子绰号天使娃娃，当时杰克的信息就是扎卡让这个天使娃娃去查的。杰克很好奇他是怎么查到自己信息的。Shit, man. I got more hookups than Central Main Power Company. 不管是什么办法，这人确实有两把刷子。聊天的过程中，杰克还得知了一些意外信息。娃娃说扎卡当年也在他们公司做过苦力，但现在人家是集团的二把手。这句话里的信息量极大。Who exactly do we work for? Got a lot to learn, big fella. 也就是说，奇葩集市后面的老板其实并不是扎卡，可能还另有其人。不久后，凯拉和维尔率先来到了警局，在向周警说明情况之后，维尔去门口守着，凯拉则走进了扣押车辆的仓库，很快就注意到了那辆奥迪，但此时的奥迪被一辆撞坏的越野车挡着，想要移走奥迪就必须先挪走越野车，显然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而杰克也猜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找借口去便利店买咖啡，帮凯拉争取到更多操作的时间。而凯拉本想推开越野车，但尝试了一下根本推不动，因为车头报废导致轮胎卡死。维尔本想进来帮忙，但却被凯拉阻止，他需要在杰克赶过来时通知自己。接着凯拉又试了一下，依然是纹丝不动。没过多久，杰克赶到了，维尔立刻将情况通知给了凯拉，这下麻烦大了。杰克和娃娃走进警局后，娃娃便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他说自己前不久因违规驾驶被扣了车子，现在车子停在他们的车库，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天晚上他和外遇对象待在一起，对方还不小心将内衣落在了他的车里，因为他的驾照被吊销了，明天未婚妻会来替他取车，他可不想被未婚妻发现车里的内衣，所以希望警察通融一下放自己去车库，甚至还拿出1沓美金交给对方。可他没想到这名警察油盐不进，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眼见这种情况，娃娃抬手摸向了腰间的手枪。 I think the What the fuck did you do that for? I already killed one cop this week. Staying with Beck was supposed to make my life easier, not harder. 随后两人走进了停车场，杰克一下子就注意到了那辆没有被移走的奥迪，同时娃娃也找到了那辆肇事的皮卡，于是他拿出手机开始拍照，确定无误之后，两人便打算离开。但这时娃娃还是发现了角落的那辆奥迪，杰克也只能跟着走了过去，可车内很干净，没有任何血渍。 You said a bodyguard up in here? That's what I saw. Cleaner than my fucking car. 这时杰克注意到了地上的螺丝刀，轻轻送到了凯拉手中，娃娃也疑惑了起来。下一秒杰克就告诉他这辆车不是事发的那辆车，因为车牌是外地的。娃娃表示太巧，不仅品牌和型号一模一样，就连撞击的位置都几乎没有差别，这个很好理解，这种型号的车路上有好几十万辆，发生同样的事故也并不稀奇，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而娃娃也显然信服了这个理由，随后转身走出了车库。杰克也看向了旁边没了牌子的越野车，这就是凯拉的聪明之处，眼看来不及了，于是就将越野车的车牌换在了奥迪上，这也算是一种蒙混过关的办法。不久之后，娃娃和杰克回到了扎卡的庄园，杰克回到楼上准备睡觉，却发现房间的灯是亮的，紧接着一个佣人打扮的女人走了出来，甚至还将他吓了一跳。杰克想知道对方在干嘛，女人表示在打扫卫生，因为这间房子很久没打扫过了，但杰克并不认同她说的，显然是有人想趁机看看他有没有藏东西，但女人却不搭他的话，只是一味地说自己只是打扫卫生的。眼见没突破口，杰克便用自己要睡觉了这个借口打发走了女人。可他刚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扎卡却
却又推门走了进来，并告诉他有工作要做。杰克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穿好衣服走下了楼，然后在西蒙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仓库。而杰克今天的任务是驾驶卡车，将货物运输到450公里外的另一个地点，时间很紧张。西蒙叮嘱他别超速，但还要按时赶到目的地。很快凯拉就收到了杰克打来的电话，杰克猜测车内运输的有可能是特蕾莎，所以他们得找个地方停下车，撬开货仓确认一下自己的猜测。随后双方约定在95号公路的中段休息区停车碰面。挂完电话后，杰克又打给了曾经的老搭档内格利，因为内格利在黑客方面才能出众，所以杰克想让他帮忙调查几个人的信息。内格利显然非常情愿，快速将名字记录了下来，并表示自己现在没有事干可以过去帮他，但却被杰克阻止了。他很清楚这次非常危险，并且目标可能还是他们的老相识，盲目让人参与进来也会提高暴露的风险。内格利还想说什么，却发现杰克已经挂掉了电话。没过多久，杰克便赶到了他们约定好的休息区，凯拉和维尔也已经等候多时。杰克并没有让两人立刻上前，而是先观察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扎卡的手下跟踪之后，这才放心的走下了车。维尔打开了工具箱，拿出工具开始撬锁，而杰克则将特蕾莎的手镯交给了凯拉，能看出来他很伤感，两人合作多次，感情很深。这时维尔也已经打开了锁，推开门后才发现里面装的满满登登全是地毯。为了排除箱内藏有毒品和特蕾莎尸体的可能性，凯拉特意联系了缉毒大队的老友，对方带来了一条屡破毒品案和凶杀案的功勋警犬。然而警犬在集装箱内巡视一圈后并未示警，这让凯拉稍感安心。杰克将此视为是扎卡对他的忠诚度测试，于是立刻将卷帘门拉了下来，并告诉维尔自己来修锁，又将定位跟踪器交给他。鉴于行踪被监视，车辆不能久停，需保持移动，二人约定下个服务区汇合。没过多久，杰克就修好了锁，继续赶路。车上凯拉告诉了杰克自己的调查发现，从事进出口活动的扎卡货柜抽检频率竟低于行业均值数十倍。杰克觉得他可能买通了海关的人，但其实还有其他隐情，我们后面再讲。同时杰克也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现有的证据证明扎卡并非幕后首脑，真正的老板很可能是奎因。这个情报令凯拉震惊不已。不久后，杰克驾车来到了服务区，重新又将定位器还给了杰克，和两人道别后便继续出发。晚些时候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在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货物之后，领头的老黑又重新给了杰克一串钥匙，让他将空的卡车开回仓库。于是杰克只能继续上路。凌晨时分终于赶了回去，进入仓库以后发现娃娃在这里等着他，确实如他之前猜的那样，娃娃一直在通过电脑监视着他的 GPS 轨迹。看到没啥事后，杰克就准备离开，这时娃娃却拦住了他，并表示自己想和他谈一谈。 About what? There's a few things from our trip to the impound lot that... 原来当时两人从停车场回来之后，娃娃就一直耿耿于怀，重新回想起在停车场发生的事后，娃娃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他认为杰克在有意掩饰什么，并表示自己的直觉很准，他很确定杰克在和警方合作，甚至还以此来威胁杰克。 Of what I just want... 多嘴的下场可真惨，娃娃就此下线。杰克将他的尸体拖到了办公桌下旁，然后强行将其塞到了桌子下面，骨骼断裂的声音清脆入耳，接着起身走了出去。这时西蒙也已经来到门前，好在杰克走了出来，要是再慢一点那可就危险了。不久之后，两人回到了庄园，杰克刚想吃口东西垫下肚子，西蒙又打断了他。没错，依旧是扎卡想见他，而扎卡想见他的原因是因为娃娃查出袭击贝克的皮卡所属团伙竟与他们有过生意来往，但车主信息与杰克描述严重不符，所以扎卡认为要么对方的皮卡被偷了，要么是杰克撒了谎。杰克听后立刻机变应对，他说那群人可能想吞并他的生意，于是用绑架贝克的方式来进行示威，那么制造袭击的人可能就不是他们自己人，这也就说得通了。杰克觉得这群人的目的肯定不单纯是为了抢生意，所以他要求扎卡说出这些人的信息，由自己去和他们做个了断。但扎卡听后却果断拒绝，并警告杰克这件事到此为止。其实杰克的想法很清楚，想要从扎卡的嘴里套话，很明显他失败。回到房间后，杰克先是接到了内格利的电话，因为他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几个人的信息，门卫保罗、安保队长西蒙和绰号天使娃娃的小弟，三人全都是军人出身，也曾都因在部队犯事而蹲过大狱，都不是池中之物，个顶个的狠人。掌握了几人的情况之后，杰克又将电话打给了凯拉，让他在庄园西侧2公里的地方准备辆车和一整套换洗的衣服，他得回仓库一趟，将白天搞出来的烂摊子清理干净。交代好后，再次顺着窗户爬了出去，一路小跑来到了海边，脱掉衣物藏到了一块石头后面，接着直接一个猛子扎进了海里。没错，他准备通过游泳去2公里
公里的地方，这样就可有效避开监控和巡逻的安保。大概30分钟后，杰克和等在这里的凯拉碰了面，两人一同驾车赶向了仓库，并且轻而易举就进入了仓库内部。杰克将天使娃娃从桌子下面拖了出来，两人之前约定不能随便杀人，杰克赶紧解释说对方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能还会害死他的线人。凯拉听后并没有追究，而是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笔记本，用娃娃的指纹解开了锁。他想要看看电脑里到底有什么，但在此之前他们得先检查一下仓库，看看能不能找到特蕾莎。由于仓库非常之大，所以两人便分头行动，挨个检查那些可能藏人的木箱和一些犄角旮旯。但直到将整个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他们也没发现特蕾莎和任何有用的信息。凯拉有些上火，愤怒地抱怨着，而杰克却看向了院子中那个13号集装箱，随后从办公室拿走了钥匙，接着将娃娃和他的车一同塞进了这个集装箱，顺手还拿走了娃娃的武器。他觉得这把枪有大用，接着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地上的血渍，可下一秒窗户上却映射出了一道强烈的灯光。两人上前查看时才发现，竟然是昨天和他对接货物的卡车司机，还有几个小时工人就要来上班了，所以他们不能开枪解决对方，看来只剩下徒手了。很快2名司机注意到了地上的血迹，就在他们疑惑之时，凯拉被其中一人撞到了旁边的铁栅栏上，并被死死地掐住了脖子。就在情况危急之时，一根撬棍穿过了司机的身体，原来是杰克解决完那人后赶过来帮忙，成功帮着凯拉解决了危机。完事后，两人重新回到了来时的那个位置，杰克将脱下的衣服交给了一脸花痴的凯拉，然后朝着海边走去。经过一番破风踏浪的游泳之后，顺利爬上了岸，重新又穿好原来的那套衣服，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庄园。第二天一早，杰克走下了楼，却发现扎卡和西蒙正在为缺少人手而焦虑。询问这才得知昨晚送货的2名司机失踪了。杰克听后表示自己愿意帮忙，但扎卡却拒绝了，因为他有新任务交给他，那就是陪着贝克去城里转转。不得不说，虽然扎卡烂透，但对自己的儿子却没得说。在驾驶车辆调戏了一下门口的保罗之后，两人便朝着城里赶去。路上，贝克提醒他不应该捉弄保罗，因为这人是个疯子。If he's such a psycho, why does your dad let him live at his house? He doesn't. Julius McCabe does. Who's Julius McCabe? That's boss. 这是杰克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同时贝克还表示，和那人相比，保罗简直就是和平大使，这也就说明了那人到底有多残暴。听到这话的杰克顺口询问贝克他父亲到底做的什么生意，但一说到这个，贝克就紧闭嘴巴，一个字都不说。杰克也只能作罢。不久后，他们来到了10几公里外的小镇上，随后两人走进了一处二手商品超市。几天后就是扎卡50岁生日，贝克想买一把老枪送给爱收藏的父亲，刚好老板说这里到了一把，所以他就想过来将其买走。随后在贝克和老板谈价格的同时，杰克告诉他自己得去趟厕所，接着又将电话打给了凯拉，并将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同步给了凯拉，包括今天他想去帮忙但被拒绝的事。显然扎卡对他还是有所防备，也说明今天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同时杰克也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之所以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证据，是因为中高层将所有重要的东西全都握在手中，手下只有按指令服从。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要想得到更多有用的线索，那杰克就必须得进入他们高层。凯拉提醒他这可不容易，因为这些人都很谨慎，但其实杰克早就有了规划。他先是让凯拉准备一处偏远的空房子，随后让他用娃娃的笔记本给扎卡发一条信息，就说找到了皮卡主人的踪迹，并附上住址。然而就在两人通话之时，买完东西的贝克却被一群混混盯上。这些混混都是贝克曾经的同学，由于他比较软弱，当年在学校时就经常被这群人欺负，可他长大后依旧不敢还嘴，就连给父亲买的礼物被对方扔到地上踩坏，他也没有任何有用的举动，还差点被对方修理一顿。幸好这时杰克走了出来，混混一把将贝克推到一边，然后朝杰克发动了攻击。杰克没给这些人一丝的怜悯，出手果断狠辣，他得给这些人长记性，让他们以后见到贝克躲着走。Oh, next time you see Richard, walk the other way. 而这一幕也让贝克更信任杰克。为了感谢他的再次出手，贝克将一些知道的东西告诉了杰克。原来他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扎卡的生意，起码在朱丽叶出现之后就不是了。但扎卡曾经确实是个地毯商人没错，但5年前他被朱丽叶绑架并割掉了一只耳朵，以此来威胁父亲。父亲为了自己只好妥协，最终成了朱丽叶的附庸。而朱丽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需要扎卡的出口路子，以用来降低自己的成本。贝克的这些爆料对杰克的帮助很大，这是他这半个月来第一次掌握如此多的线索。两人刚刚回到庄园，扎卡和西蒙就提着东西走了出来。就在刚刚，他们收到了凯拉发来的假情报，确认了那些想绑架他儿子的人的地址，而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过去将这些人全部干掉。一直到了天黑，他们终于赶到了凯拉给他们那个地址的外围。下车后迅速从后备箱拿出武器，扎卡叮嘱他们干掉所有人，一个活口都不能留。说完，两人立刻举枪展开了行动。没过多久，他们就看到了那座房子。杰克一马当先的摸了过去，在窗户上观察一番之后，回头告诉西蒙，客厅里有6名瘾君子正在睡觉，身边有武器，但都没拿在手里，这无疑降低了西蒙的警惕。说完后，两人便走向了门口，踹开门后就冲进了房间。可找了一圈没有任何人的踪迹，但下一秒一把枪就顶在了他的头上。没错，这人正是杰克。他从西蒙手中拿走了武器，然後询问他特蕾莎在哪。 You're a Fed. Knew I couldn't trust you. Tell me where Teresa Daniel is. I'll let you walk out of here alive. 可西蒙听后却不以为然，因为他很清楚朱丽叶的手段，自己背叛他后就只剩下了死路，而杰克是名警察，就算自己被抓也有机会活下来，所以他选择什么都不说。但这次他选错了。随后，杰克拿起他的枪，对着房间就是一顿火力输出，让外面的扎卡以为他们正在经历枪战。接着，他又拿出娃娃的枪，打光了里面的所有子弹，又朝自己的脑壳来了一下，让这一切看起来更像真的。随后，扯掉煤气管路，在柜子中找了几瓶瓦斯，塞进了微波炉。定好30秒的时间之后，起身快速跑了出去。下一秒，来到车边后，立刻钻了进去，然后猛踩油门开始逃离。 Where's Duke? Dead. 接着，杰克告诉扎卡，他们遭到了对方的埋伏，其中一人扔出炸弹干掉了西蒙，和当时炸贝克保镖的那枚一模一样，自己有幸躲过一劫。说完，又将娃娃的枪递给了扎卡，说是自己在现场捡到的。扎卡看到后立刻来了火气，这把枪他很熟悉，当初是他给天使娃娃的。 I'm confused. Didn't Angel Doll send us there? The son of a bitch. He was in their pocket the entire time. Then the kidnapping failed. Then they switched tactics. So they bought off Angel, got him to point us right to him. 说完，将枪还给了杰克，随后又问杰克还有没有看到其他熟人。 You know, come to think of it, 2 of them did seem sort of familiar. Kind of reminded me of the guys we switched trucks with the other day. That's why they were MIA this morning. I think we're fucked. I think I got 10 grand coming my way. You got more than 10 grand.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about to be my new number 2. 没错，这就是杰克打入扎卡高层的计划。但现在看来，这个计划那是相当的成功。前3集就先到这，后面的敬请期待。